有一句话有呢，吃肉不如啃骨头，啃骨头不如嗦子头，吃完了以后嗦子头是最香的。好。给你下呆呆的新疆皮带面，你想想。呆呆的新疆皮带面。好了。Hello， 小伙伴，今天我们来到了新疆的乌尔河魔鬼城。这个地方它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的边上，这里常年就是大风和寒冻灾害特别的严重，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我身后就全都是这种雅丹地貌，跟外星城似的。再往前走不了多远，就到了一个当年曾经是戈壁，但现在是一片绿洲的克拉玛依。今天我们要进克拉玛依里面看看克拉玛依的故事，而且我听说那里面有一家手抓饭特别好吃，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克拉玛依这个名字源于我国的维吾尔语，是黑油的意思。在半个多世纪前，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城市会随便起这种名字，而且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其实世界上也没有这个名字。克拉玛依的所在地距离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仅15公里，这里除了天空就是荒漠。哪怕是你在玩文明，你都不会随便在这儿起居宾馆。可今天我们要去这里吃一个比爱情还羁绊的手抓饭。好，再见！来，你上海男人过来，这是我招待。我不是上海男人，他叫我上海男人，我不是上海人啊。399的一份大份的。我去，哎呀，这有点难为我妈。你要不要一起吃点？我给你分点吧。不用。爸在外边排队呢。他爸排队呢。哎呀，我爸爸最好。哎呀，爸爸排队呢。来。用手抓是吧？手抓，我拿个手套吧。可以，好。有一句话有呢。吃肉不如啃骨头，啃骨头不如嗦子头，吃完了以后嗦子头是最香的。好，来，给你们这，来都来了是吧？来都来了，拿着吃吧。再要一个。再拿一个。两个手带上那样子，你好几天没吃饭的那种感觉吃。最舒服的那种。压力好大，这人超多你看他这边啥？他这边是牛肉，这边是羊肉羊肉这个腿刚才给小朋友了，我先吃个羊肉吧。你看这，我也不拿手套了，这。他家这个抓饭，相当于是把饭埋在肉里了，而他这有一种风干肉味，入口之后有一种发酵香，油的香的。哎呀，这一下子这骨头就裂来了，这事儿整的。不是跟你们说实话，这我不是个爱吃肉的人你咬它滋油，我给他吃个饭。这个饭颗粒感的一点，放着胡萝卜、那黄萝卜，还有甜的，这太好了。哎呀，再吃块羊排吧，都是为了工作要不然的话，这一牛一羊，它中间一分，我只吃一个不像话，是不是？咋说呢？牛肉吃起来香。但是羊肉吃起来爽。
我这太罪恶了。哎，前两天我还在韩国拍大保健呢，天天泡菜、泡饭、汤饭，这哪见过这个？哦，就这口，你要干喝，就是苦和涩的这种砖茶，在这个时候掺着这口油脂和肉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你一个人吃，男人啊，这是吃抓饭的战斗机，这是绞肉机。这绞肉机是怎么回事？我刚说哪了？那我刚说就这个砖茶，你知道吗？你要单喝，又生又涩啊，这个一股苦味。但这个时候你跟这个肉香跟这个米香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刚刚好。这家店在克拉玛依当地，你看10年，就是叫老店了。那叫10年老店，为啥？因为克拉玛依它本来它就是一个戈壁滩里的平地而起的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在克拉玛依啊，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移民城市的特点，所有人都是外来者。我们现在见到这样大家都很务实。你看这老板，刚才我说你这个后厨是不是不能进啊？老板说啊人忙啊，闲人不进后厨。其实我们之前啊，这个机器没开的时候，老板说不行，这后厨里边有我们手抓饭的核心秘密啊。你晚上要是拍我们家烧烤，后厨随便进，但是就这手抓饭不能进，想进交15万。所以这是人移民城市的这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人都很务实啊。所以说实话，好不好吃？好吃的扇巴掌都不放开啊，那个肉。慢慢吃，慢慢享受啊。刚刚说到哪了？啊，对，移民城市它就是比较务实啊。就是比较务实。我们前段时间拍长江，拍到攀枝花，我发现哎，这个移民城市很有故事。然后来到克拉玛依，会发现这个移民城市又有另外的故事。那吃完这一口啊，我来这克拉玛依城转一转。这个城市那是真不一样。在我们吃这个羊肉抓饭的这后面就是这个南湖公园。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小瀑布啊、小河流啊，其实这些水全部都是从白洋河，还有就是后来建成的引俄基克工程外面水调过来的。原来这里全都是这个戈壁滩啊，然后这些水呢，那你直接调过来直接用也不合适，太浪费了。所以在当地呢，就是调过来的生活用水完了之后重新再处理的2次用水，还能浇灌这些树木。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公园里啊，或者在这个路边，你去看这些树下面，你就能看到好多管子连在这儿，这全都是管子通过来，一个管子一棵树，一个管子一棵树，在这个克拉玛依这样一点点弄起来的。所以现在这个城市绿化率都快到50%了，就这其实是一个科技加狠活。手抓真是好，牛羊嘴里跑，饭后再按摩，小车嘎嘎好。出发！就是你看这种平地而起的这种城市啊，整个街道横平竖直的，然后整个的规划一看啊，就是那种移民过来的，完了之后。这个不是过去那种通过人类聚居一点发展起来城市，这种非常明显啊，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半个多世纪前，谁能想着今天是这样？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喷出了工业油流，以后一批批井都陆续出油。经过几年开发建设，克拉玛依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石油城。此刻的阿扁内心复杂，牛羊在心里的碰撞让他澎湃了起来。他要给大家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抓饭，不对，到底什么是黑油。
这地方就是黑油山了。顾名思义啊，山顶全是黑黢黢的一片一片的原油。这玩过文明6的应该有这个感受啊，就这个地面上出现那么一块一块黑黢黢的这个原油的地方就是石油。你走在这个土壤上，它是土壤都是宣的，你知道吗？就跟那个糖油饼似的，你又甜又晒又热又软，你知道吗？就跟捏糖油饼那个感觉一样。这边是这个原油的这么一个泉吧，我们叫它一个泉。然后我们就像我啊，像我这种就是体重比较轻的人，就轻轻在上面一跳，它都能冒出泡泡来，就可以感受一下啊。它咕嘟起来了，咕嘟起来，咕嘟起来了，咕嘟。这个来是真宣啊！这下面就是油啊！我去，我踩的这都不是土地，我踩的这是财富啊！我去，看看，好家伙，我这不会井喷吗？哎呦，好家伙，这地方开始出油了，看到没？哎，我这踩的这边就开始出油了。哎呦我去，这得让老王来看看，咱这有野拉丝啊！你看，其实，在建国初期啊。那个西方老 PUA 咱们说咱们是贫油国啊，结果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5年10月29号，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原油田，而且当时这个地方就整个黑油山这一块，它是2亿年前形成的这个原油，然后近100-200年因为地质和气候变化的原因，所以它油它冒出来，它窜到地表形成那种沥青带，然后当地的这个老人啊，经常来这儿蒯一点用，后来才发现了。当年发现了这个油，我们发现它不光是我们不再是贫油国了，而且我们发现了这片油它是非常优质的，叫低凝原油。低凝原油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它为啥呢？像这种油啊，它可以在极低的温度环境下还保持一个高流动性。本来新疆这边风就大，天就冷，但是有了这样的一种优质原油的话，它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原油开采和运输的成本，同时它的下游产品还能做出那种叫寒带的航空用油，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不能不说这就是天命了啊！当这些天命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李四光先生又根据陆相生油的理论，在我们的东北啊其他地方又相继发现了后续的油田，而我们在这儿，既然天命给到我们了，那运气之外，剩下的就是四面八方的人来到这儿的努力了。柯一井的出现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员迁移，初期以复转军人、石油工人和支援队伍为主，而后随着油田的开发，更多的技术人才和建设者加入进来。世界就是这样，帽子总是别人随便给扣下来的，但是摘就得靠自己了。你好，仰望。来了，导航去胜利小区。请选择第几个？第3个。一群又一群的青年，从原建者到工程师，大家互相帮助，学习探索，在这个无人区里建楼、钻油、修路，甚至从400多公里外引来的水种上了树。戈壁里的绿洲一点点建成了，帽子没有了，可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正在泊车，请让一下，谢谢。其实你在这个克拉玛依市里走啊，在这个新建的这些高楼中间，你仔细找的话，经常可以找到一些小区，比如像这样的瑞祥花园啊，还有这边的胜利小区。这名字听着其实就很复古，而且都是这种老的这种板楼，就是当年克拉玛依油田这些厂子里的职工住的这些宿舍区。所以在这儿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老人，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小区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啊，20-30年了吧？20-30，有30年了。您不是新疆本地的啊？我们都不是。你都不是啊？您是哪的？全部都是转接过来的。我们老家是四川的。您呢？安徽。我是77年。你77年来的？到这克拉玛依。我77年到克拉玛依，在克拉玛依待了一段时间，又回老家当兵，当完兵又转移过来。
1米楼房，2米树，3米草，4米鸟，都没有，啥都没有。那7年来那会儿住哪儿啊？地窝地窝子子，住啥？挖地窝子，地窝子。啥叫地窝子？挖下去，上面搭上棚子盖住人。那会儿这边儿你地窝子，你吃饭咋吃啊？包屋面、高粱面、小米儿，包括那个大米很少啊。那是我们回他家啊，从家里背上几斤大米来，都很不错，很不错的啊。哦，那你这边喝水咋喝？喝水从几十公里以外、几百公里以外拉水，挖水。就用那大油桶洗干净，灌水，放拉车，拉水，毛驴车呀啥的，有些是汽车。哦。拉上去。哎呀，那时候困难，确实难。92台河过来的，就这个啊。从内地不是调了好多那个人员，工程人员，要打隧道吧，就是从内地调了好多人过来。在戈壁滩上，生活要用水，工作要用水，就住在你说那个地窝子，咱们就住在地窝子里面。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克拉玛依就是第一批人，他们那一批人呢确实是辛苦。我们都算2代了。二代嘛，3代了。2代了，我们算2代了。50几年那是第1代。那些人些都基本上不多了，都不多了，现在都没有几个了。我们是在援外嘛，就是援助巴基斯坦。我们到这个地方，就是周总理下了个死命令嘛，凡属于援外人员必须就地安排工作，因为咱们的人数多，好几千人啊。我们是搞运输的。搞运输。火车把物资运到那个什么吐鲁番火车站嘛，这个然后再用汽车再运到那边去，再运到巴基斯坦。需要啥就运啥，修那个到巴基斯坦修那个什么公路嘛，咱们总共要是480公里路，480公里路，哎呦，修了多少年哟都。好多年，因为它太艰险了。我跟你说，帕米尔高原那边非常艰险。山下面就是一条印度河，山上面全是大山，非常危险。可能现在还有尸体都埋到那个山体一滑坡，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援，不是不救。还有些车子掉到那个印度河里面的，印度河宽是不宽，水深6节，那个特危险，进去不好说了。就是那样过来的，不容易啊！我们来的晚，62年的，62年，62年来的，哟，你比他刚才那2个早了10多年。这比他说也没有，啥都没有，我61年来的，住平房。你那会儿住平房，男的住地窝子是吧？在黑油山住的地窝。哎，您是哪里人？山东。听听可以，山东。我也是山东人。你也山东人？我去苦得很。你那会儿是为啥到这儿来？老头当兵转业来的嘛。老头是当兵。老头当兵。我们老头嘛，56年的兵，59年转业。转业。当3年兵，59年转业嘛。他62年回去探亲嘛，我们就跟着来了。我们有的转经的，有的带托sw儿的，有的盖房的、搞维修的、磨墙皮了。过去我们上厕所就是戈壁滩，哪有地方？戈壁滩土茅房，没茅房，没有茅房，那都才盖。以后盖土茅房，老少的、女的嘛，都上这个地方，男的上。这手的是拿上草帽子和它，不和它那个蚊子就屁股。现在你看公共厕所比我们过去住的房都好。那您这辈子来这儿的时候有后悔过的时候？后悔啥呀？老伴在这里啊，不后悔呀。娃娃都在这儿长大成人工作呀。想家了嘛就回去看一看。现在基本家没老人了，大部分的都是。以前有老人嘛，经常回去。现在没老人了，你
回去人家娃娃也不放心了。我们80，他都90了。哟，你90了？嗯。哎呦，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你回去儿女不放心。哦，怪不得你喊个大姐呢。哎呦，90了。啊，回大姐这是辛苦。哦。我61年来的，他65年来的。哎呦，61年，61年他就太勤来看一趟。啊，65年结婚过了。啊，干啥？结婚了。这下午没玩？我看你那天在那玩吗？讲故事呢。坐一会儿。你这天天就在这坐着晒太阳。哦，现在有阴了。晒太阳是照阴呀。照阴了。现在是都也没事了。啊。你没上班呢，现在。啊，想想过去这一生还挺澎湃的哈。啊。哦，那会儿来是隔壁摊。啥没干过？掏大粪，盖房子，上农场，上农场。啊，您那会儿年轻时候想过克拉玛依会变成现在这样吗？啊，没想过，做梦也没想过。就是，行了，现在挺好的。那路上回家怎么？回家啊？回家演电视啊？谁上电视了你？哎呦，我上电视这么难看。哎呀，管他难看不爱看呢。哎呀，谢谢您。哎呀，哦，你也在这里啊？对，但是我是今年刚毕业。啊，刚毕业。啊，你们家是哪的？我家就是克拉玛依的。不是，就是你家祖上是从哪来的？宁波，浙江宁波。哦，浙江宁波。哦，明白了。是从我爷爷那一辈。啊，所以你爷爷是第一代。对对对。你爸第二代。对。哦，好，所以你现在说你就是克拉玛依人了。对，我就是从克拉玛依出生。哦。就是也一直在这边长大，一直在这上学。哦。然后今年才毕业。这样的。对对对，我刚从那边过来，然后我就说，这真的就是您吗？哦，谢谢。作为一个粉丝的角度来说，可能在新疆这边出去的机会不太多，就是从您的这个频道可以让，就是更多年轻人看到世界各地更多的不同人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感谢您，感谢您。不是这个是频道的一个，这个是我们感谢你们呀。因为有你们充电，我们才有资格往出去的时候在这拍了，是不是？所以是我们感谢你们啊。然后大家叫双向奔赴啊。哎，他们跟我说这边有个沙滩肉好吃，真的假的？沙滩肉我也没吃过，你也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这算不算当地好吃的东西？不算。可能，其实我也没有，我自己真没有。你在这晚上吃啥好吃的？吃黄面比较多。晚上吃黄面？哎，对。哦，黄面配啥？烤肉。哦，黄面配烤肉。哦，那个可以，值得一试。值得一试，好的。值得一试。好的，哪家黄面好吃？这边我觉得就是非常红，一个黄面大王。不是你家开的？那当然不是。OK 啊，就这边这家，就是那个我要去吃沙滩肉旁边那个黄面烤肉好吃。对，您可以试试。行，好了，那就不吃沙滩肉了，我吃黄面去。好家伙，我跟你们说，就这条街，属咱粉丝推荐的这一家人少，其他的都是满的。但我还是决定信一下我们的甜甜圈啊。老板点菜，不是咋就你家人少啊？刚才听过的。哦。手工，这个黄面怎么着好吃？黄面我推荐那个吃，现在吃的话吃拌黄面。拌黄面是吧？我要个小味儿。好。然后，哎呀，羊肉5个，肉筋5个，油粑干5个，羊腰子1个，烤羊肠来2个。哎呀，烤羊排来1个吧。然后不得烤个韭菜，晚上不好吃太多，那不得烤个面筋。来，老板先来这些吧。
你看新疆的天色，你猜现在是几点？哎呀，不吹呀，10点24，这天还没黑了。哟，凉拌子，哎呀，啊，是的，是的。肉臊子、菜叶子、辣椒，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哦，入口呛，香，这个菜味儿，这个香味儿，太舒服了。这个汤你看了，它这个面汤是挂糊的，特别入味儿。哎，吃个烤肉，这是油包干吧？哎呀，这油包干呢？啊，这油包干好吃。这是啥呀？哦，这是羊肠。哎呀，羊肠配黄面，这个面吃的太香了，粗细啊比那个拉条子要细一些。入口之后啊，弹滑，吸溜的，太好吃了。大晚上呢，快11点了，马路上全是人。这边这个整个新疆啊，来这边晚上吃饭，到夏天的时候，它就这么个状态。不是，其实，那现在在这边，我们觉着啊，好家伙，全是树啊，完了之后，贼好看啊，这个克拉玛依呢，其实它原来不是这样的。而且呢，在新疆，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天吧，就只能干那么一件事，齁大。然后呢，这个每天天又热啊，那忙叨叨不知道就干啥了。你比如今天啊，就在大家吃了个抓饭，看了个黑流山，来了趟小区，咔嚓晚上了又该吃肉了。所以明儿啊，就是明儿咱起来之后，大家干点正事儿，就是看一看，在这个聚焦在黑油山和这种小区故事之外，整个克拉玛依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明儿我们去看看。我们现在走的这片地啊，它叫百里油田，其实就是沿着准噶尔盆地的西北端啊，它从南到北大概有150公里，所以它叫百里油田。就这个地方，从1955年开始陆续到现在，累计的原油产量已经超过了4亿吨。每年这里生产的油气占到整个新疆自治区的油气产量的60%，而且这个地方才是咱们西气东输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但是啊，你看现在啊，咱开着车就这么走啊，基本上见不着啥人了，全是磕头机，见不着啥人。所以昨天带大家走的那小区见那些老人啊，那真不是说歌颂苦难啊，说这个人就得吃苦怎么着，不是说这个没苦硬吃。但是你在这儿，你看现在这一个人没有，那原来的时候，那都是一代一代人在这付出的。所以我们歌颂的是有人曾经为我们吃过苦。就今天这个天气啊，外面的体感温度得超过40度，所以就在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油田里面，就我们的5G 技术啊，还有无人作业啊，其实远超世界上很多油田，那最起码是远超中东那边。你看，原来我上学那会儿讲什么铁人王进喜啊这些的，现在都不讲了。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没有或者大家不这样做，而是说时代变了。那个时候前人奠下的基，打下的基础，那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在做更多的突破，所以我们现在能开着自己的车啊，走在这戈壁上啊，看着这，好家伙，这油田都没啥人啊，老自豪了。那开着这车，云辇 Z。就这底盘技术啊，那也是咱自己自主研发的这种电磁悬挂技术，在咱们中国第一座大油田的这么一片戈壁滩上，我们试一下自己的电动车的1300匹马力，走！哇！
再多开就超速了啊，就意思一下。这沿着这个百里油田这么往下走，就是这217国道。当年因为克拉玛依的出现，所以带动了周边塔城啊这些县市的发展，大家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往这供应，然后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交通运输要道。然后我们现在熟悉的大盘鸡，其实就是在塔城沙湾县这块开始发明出来的，那会儿就是给过往的大车司机吃的东西。所以今儿来到这边有这么一个路边的大盘鸡啊，这个老板据说就是塔城啊，叫沙湾那边的人，所以进去尝一尝。老板，你们家就是没有菜单就直接点的？对。哦，那大盘鸡里面有面条吗？有。哦，那行。有皮带面。其实在这边吃饭吧，这每天吃的挺顶的，我也不是特别饿。那主要就是为了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历史跟城市和食物的关系。哎呦，来，哎呦，我们鸡先让给你们吃啊！啊，我不用，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不是，我们做了，我不用，不是，好，哦，好，谢谢，哦，好，我去，不是这，哦。哇，这个实在是，哦，好，哎呦，好了，签了合适吗？太没，我们就是老三厂人，反正周末了也经常过来，从小在这长大。哦，你们家里都是油田上的？都是油田的，就住在老三厂。哎，这个大盘鸡可以吧？20多年了。20多年 ，OK， 哎，好。小的时候是家里面买上一只鸡，带给他，他鸡你自己带，他给你放料，给他给个加工费。然后慢慢的开这个店儿，然后就做起来了。反正我们感觉新疆本地人啊，我们沙湾呀各种地方也去过，还是确实这个好吃啊，尝一下就知道了。好了。哎，你家祖籍是哪的？江苏。哦，江苏过来，你是第3代了。第3代，对。明白了，好，谢谢。周围的房子什么的都是以前我们爷爷辈儿、父母辈儿江苏人盖的。对，江苏人盖的房子。我们是如皋的嘛，南通的嘛。好了，好，谢谢。啊，这太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去这，让粉丝把大盘鸡先拿上来了，你这整的，这不好意思了，对吧？哎呀，这里面你看，它是加了，这是凉粉儿，先吃个凉粉吧。哎，这个料味很足，辣头入口就辣，然后是这个料香，谢谢。这烤的羊肉串。我要把羊肉串先放回去了，不行。它这个鸡它炖的肉很烂，入口之后的味道，跟你把它咀嚼的时候，就是来嚼的时候那个味道，它始终如一，那个料味都很香，它这个入味入的很透，太棒了。该说不说，就这个汤，你别说弄点面了，你泡个鞋底进去它都香。面条还没加呢是吧？下面土豆。那不就是吃一会儿之后再加面条，是这意思吧？下面它土豆在下面都是大块的，那会儿都泡面了。这个太香了，这个。
觉得吃这大盆鸡，你就得深挖，就跟你在这讲当地的故事一样，就得深挖，挖到底，哎呦，就香了。人家这料有一套。我跟你讲，我研究了30年，我炒了28年菜。炒28年，哇！你老家哪儿的？宁夏。哦，宁夏的。哦。妈妈在宁夏，我在沙湾。哦，你在沙湾。我在沙湾县。哦，大盘鸡就是在沙湾诞生的是吧？啊，30年前炒大盘鸡什么样？那时候没有放凉粉，凉粉是我炒了5年以后自己琢磨的炒出来的。哦，您这是主要是卖克拉玛依这边的货车司机吗？对，货车司机和这里面的职工。哦，对，我这一会儿我让他们一起吃，吃完了把那个面条下了。给你下个呆的新疆皮带面，你下一下。哦，呆的新疆皮带面。啊，好了。哦，然后呢，我就拌它就可以了。对，拌一拌。呆的啊，呆的。哎呦，这面啊，哎呦，吃感动了。吃这口面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感受吧？如果你看那个言情剧，就这个男主跟女主到最后终于在一块儿了，你就那个感受，我去，他就得是这样的。特别筋道，而且这个面下之后一吸这个汤汁儿，就这个碳水跟这个油脂的这个快感。谁能懂这快乐？越吃越辣，越辣越想吃，越吃越麻。哦，就这含金量。这就是半个多世纪前蝴蝶扇动的翅膀。当地的老爷爷在这山上看到这个从这个地表啊渗出来这个沥青，然后到发现油田，到在这儿一群年轻人四面八方的被要求转业，被过来在这儿开拓，然后到建成一个城市，然后到最后周边开始发展起来，然后到现在，到我们有新能源汽车，到油田都见不上几个人，到大盘鸡。我这是历史跟时间的味道。58年成立克拉玛依都算2万人克拉玛依。我来了多年了，71年到现在，来了50年了，是吧？差不多50年了。我们今年是88岁，来的时候是19岁，这是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都是我们种的。来啥也没有。老家重庆的，去医院修汽车，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就行了。用个艰苦的吃吧，很艰苦啊，挖沟啊，打扫卫生，反正什么都干吧。一个人穿着2只鞋，45天半拉月吧，嗨嗨呀吼嘿。嗨哟！感觉在这边感觉重生了一样，因为感觉我爸妈给我们东西都很幸福，想干嘛就干嘛。3代人都在这儿，儿子孙女孙子嘛。他喜欢 C 罗呀。对，他想跟我见面。Hello。
月天吃完大盘鸡，我们回到市区，见到了很多人。我一直在想，蝴蝶翅膀扇动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卷起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这些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有千万种可能走向，但只有我们走成了今天的模样。世界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钻研，基建狂魔、新能源车横扫世界，这样的评价大风刮不来。大风刮来的永远只有帽子和石头。仰望星空是人类从诞生起就有的浪漫，仰望却不迷茫，靠的是传承和信念。我们不曾忘却先辈的付出，也不会停下在无人区探索的脚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克拉玛依的吃饭故事，向在无人区探索拼搏着的每一个中国人致敬。